林总，我们约好的会议是在10点，现在已经10点40了，客户那边催得很紧。我站在老板办公室门口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焦急。林总头也不抬，手指继续在键盘上敲击，让客户再等等。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镇定。可是这次的项目是2000万的大单，客户专程从外地飞过来签约，我们已经让他们等了快1个小时。李明，林总终于抬起头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漠。坐下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顺从地坐在了他对面的椅子上。公司最近业绩不理想，决定进行一些人事调整。林总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考虑到各方面因素，我们决定……等等，我打断他，您是说要裁掉我？就在我马上要签下2000万大单的时候，林总的目光闪烁了一下。这不是针对你个人，是公司整体战略调整的需要。你的客户会由王强接手，他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。王强，公司新招的销售总监，来自我们的竞争对手利达科技。这3个月来，他一直在试图撬走我的客户，尤其是这个即将签约的大客户。您就这么决定了？我盯着林总的眼睛，努力压抑着怒火。人事部会给你安排好离职手续，补偿按劳动法执行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林总避开我的视线，现在麻烦你去会议室向客户介绍一下王强，完成交接。我站起身，双手微微发抖。林总，您不觉得这样做很不合适吗？我跟进这个客户整整8个月，眼看就要成交了。李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这是生意，不是儿戏。林总打断我，公司需要更有资源和人脉的人来拓展业务。资源和人脉，我冷笑一声。所以您认为我签下的这个大单纯粹是运气？林总的表情变得不耐烦，请你理解公司的决定，现在去会议室吧，别让客户等太久。我看着他低头继续处理文件的样子，仿佛刚才宣布的不是要终结一个人5年的职业生涯，而只是通知今天的午餐菜单变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转身走向门口，又停下脚步。林总，您确定现在就要这么做吗？李明，别让事情变得难看。林总头也不抬地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走廊上，我的秘书小张一脸焦急地迎上来。李总，客户都等急了，一直在问您怎么还没来，帮我拿一下手机和车钥匙。我低声说，我被裁了。小张惊讶地瞪大眼睛，什么？不可能，您是销售部业绩最好的经理啊，看来业绩好坏并不是留下的理由。我苦笑道，王强要接手我的客户，包括今天要签约的宏远集团。小张气愤地说，太过分了，这个大单明明是您辛辛苦苦谈下来的，他们怎么能在关键时刻换人？这就是职场。小张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你跟了我3年，学到不少东西，以后要好好保护自己。走到会议室门口，我停下脚步，透过玻璃门看到里面的景象。我的客户宏远集团的赵总正皱着眉头看手表，而王强则满脸堆笑地倒着茶，试图活跃气氛。就在这时，我感到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转头一看，是公司的人事总监刘姐。李明，我刚接到通知。他的表情有些尴尬。我知道了，我被裁了。我平静地说。刘姐叹了口气，实在抱歉，这个决定是董事会做的，
我也很突然。你的离职补偿，我会尽量争取最高标准。还有，没关系，刘姐。我微笑着打断她，我明白这不是你的错，能给我5分钟时间和客户道别吗？刘姐犹豫了一下，林总说让王强接手，就5分钟。我跟这个客户合作很久了，连个告别都不让我说吗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好吧，5分钟。刘姐点点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推开会议室的门，赵总立刻站了起来。李总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。王强也迅速起身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。李经理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在向赵总介绍我们公司的最新服务方案。我无视王强，走到赵总面前，伸出手。赵总，抱歉让您久等了，有些情况我需要向您说明一下。赵总握住我的手。什么情况？合同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刚刚被公司裁员，以后不会再负责您的项目了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赵总惊讶地看着我，又看看一旁表情僵硬的王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赵总皱起眉头，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眼看项目就要启动了，现在换人。王强赶紧上前一步，赵总别担心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需求，接下来由我来对接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赵总冷冷地看了王强一眼。李总跟进，我们项目8个月，每个细节都亲自确认，你用几天时间就完全了解了。赵总，公司的决定我也很意外，我平静地说，不过您放心，合同内容和条款都不会变。王经理会，我不关心什么王经理。赵总打断我，声音提高了几分贝。我是冲着你李明的专业和信誉才决定和贵公司合作的，现在你说走就走。王强的表情变得难看起来。赵总，我向您保证，服务质量不会有任何下降。李总，赵总完全无视了王强，直接问我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看了一眼手表，距离刘姐给我的5分钟已经过去了3分钟。会议室外，刘姐正焦急地来回踱步，我还没确定，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。我故作轻松地回答。赵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然后突然说，这样吧，我们今天先不签约了。王强顿时急了，赵总，合同都准备好了，您再考虑一下。没什么好考虑的。赵总收起桌上的文件，我需要回去和董事会重新讨论一下。我明白赵总的意思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多年的真诚合作和专业服务，让客户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我这边。赵总，公司的实力和服务是不会变的。王强还在努力挽救局面。赵总打断他，年轻人，记住一句话，商业合作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我信任的是李总，不是你们公司。说完，赵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李总，改天一起吃个饭。我点点头，一定。赵总离开后，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王强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故意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平静地回答，如果你有真本事，就不会需要靠抢别人的客户来证明自己。正当王强要反驳时，刘姐走了进来。李明，林总让你马上去办理离职手续。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留下王强一人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中。离职手续办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下午3点，我就拎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站在了公司大楼外。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却没有一丝温暖。5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小张发来的消息。李总，
林总气疯了，听说赵总直接取消了合作，王强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我轻轻笑了笑，回复道：职场就是如此，今天我栽了，明天可能就是别人。收起手机，我开车回到家，推开门，看到妻子小雨正在厨房忙碌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小雨惊讶地问。我放下纸箱，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。我被裁了。小雨转过身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怎么可能？你上个月刚刚完成了年度销售目标的150%啊！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威胁到了某些人吧。我苦笑道。小雨紧紧抱住我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存款，不着急找工作。你先休息一段时间，好好调整一下。我亲吻她的额头。谢谢你的理解，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。晚饭后，我收到了赵总的电话。李总，方便聊聊吗？赵总的语气很轻松。当然。我走到阳台上，关上门。我刚才联系了利达科技的陈总，他对你很有兴趣。赵总直接说，你知道的，利达一直想做我们这个项目，只是我更信任你。利达科技，我们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，也是王强之前工作的地方。赵总的意思是，我有些惊讶，利达愿意给你开出比你现在高30%的薪资，外加股权激励。赵总继续说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承诺这个项目交给你全权负责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赵总，我很感谢您的帮助，但我需要考虑一下。理解，这种决定当然需要慎重。赵总笑着说，不过我想提醒你一点，利达的技术实力并不比你原来的公司差，而且企业文化更加注重人才。你被那样对待，换作是我会选择用实力说话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城市灯火，思绪万千。5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加入了这家科技公司，从基层销售做起。刚入职时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挨家挨户拜访客户，熬夜研究产品知识，生怕在客户面前露怯。那时的林总还是销售部经理，对我这个愿意吃苦的新人颇为赏识。小李，你有潜力，他经常这样评价我。坚持下去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从一个菜鸟逐渐成长为公司的销售骨干。2年后，林总升任副总裁，而我也被提拔为销售经理，带领一个小团队。我记得升职那天，林总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公司看重的是结果，只要你能持续创造价值，就永远有你的位置。我信了这句话，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每天早上7点到公司，晚上10点才离开。出差时经常连续几周不回家，就连结婚纪念日，我也在外地和客户谈判到深夜。小雨虽然有些抱怨，但总是理解我。你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打拼，我支持你。就这样，我的业绩节节攀升，团队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去年，我带领团队创造了公司销售额的40%，被评为年度最佳经理。然而，随着公司规模扩大，林总变得越来越疏远。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商业社交活动，认识了许多行业大咖。在一次酒会上，他遇到了当时在利达科技任职的王强。这个人很有资源啊，客户人脉广，关系硬。林总回来后这样评价王强。3个月前，王强突然加入了我们公司，担任新设立的销售总监一职，直接向林总汇报。这意味着他的级别比我高了一级，公司发展需要新鲜血液。林总这样解释，王总监有丰富的行业资源，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更多市场。起初，我并没有太在意，
依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，直到我发现王强开始频繁地接触我的核心客户，甚至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代表公司出席，而我却被排除在外。这是正常的工作调整。当我表达疑虑时，林总如此回应：大客户需要更高级别的管理层来对接，这样显得更重视客户。我隐约感觉到情况不妙，但仍然天真的以为只要业绩足够好，我的位置就不会受到威胁。直到今天，在我即将签下那个跟进了8个月的2000万大单时，公司无情地把我裁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接到了利达科技陈总的电话，邀请我去公司面谈。李总，您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我早有耳闻。陈总亲自接待了我。昨天赵总跟我聊起您的情况，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简单寒暄后，陈总直奔主题：我想邀请您加入利达，担任销售副总裁一职，全面负责我们的销售团队建设和大客户管理。我有些惊讶，这个职位不是王强之前在贵公司的职位吗？陈总笑了笑，王强确实曾在我们公司担任销售总监，但他的离职其实是我们主动让他走的。为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因为他太功利，不择手段。陈总语气严肃起来，他善于表现自己，喜欢靠关系而不是实力获取客户。这种做法短期内看起来有效，但长期来看会损害公司声誉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所以他去了我们公司后，立刻就开始试图接触我的客户，这就是他的惯用伎俩。陈总点点头，找到核心业务人员的重要客户，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接手，显示自己的能力。陈总的话让我想起过去3个月的种种异常。王强频繁出现在我的客户面前，林总对我的态度逐渐冷淡，公司内部的一些微妙变化。李总，我们利达看重的是真正的专业能力和长期价值。陈总继续说，像您这样通过踏实工作和专业服务赢得客户信任的人，才是我们需要的。谈话进行得很愉快。临走前，陈总拿出一份合同，这是我们的 offer， 薪资比您原来高40%，外加期权激励。如果您决定加入我们，随时可以签字。回到家，我把合同和详细条件告诉了小雨。这比你原来的条件好太多了，小雨惊喜地说，而且是副总裁，不再是经理了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危机中确实藏着转机。那你决定接受了吗？小雨问。我沉思片刻，我想先跟赵总聊一聊，再做最后决定。第3天，我约赵总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怎么样？考虑的如何了？赵总一坐下就问道。陈总的条件很诱人，我坦言，但我有些担心，如果我去了利达，您的项目……赵总笑了。李总，你太谦虚了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们合作的是人，不是公司。你去哪里，我们的项目就跟到哪里。可是您和我原来公司已经谈了很久，那又如何？合同还没签，我们有充分的选择权。赵总语气坚定，况且利达的技术实力不比你原公司差，有些方面甚至更有优势。我感动于赵总的信任。赵总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不用说什么，这就是商业合作的本质。赵总拍拍我的肩膀，专业、诚信、互利，你做到了前2点，我们自然愿意继续合作。离开咖啡厅，我给陈总发了条信息，我决定接受您的邀请。很快，陈总回复，欢迎加入利达大家庭，下周1正式入职如何？没问题，我回复道。就这样，我在被裁3天后，
以更高的职位和薪资加入了竞争对手公司。入职第1周，我就带着团队拜访了赵总，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，金额从原来的2000万提升到了2500万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我原来的公司。据小张透露，林总勃然大怒，指责王强无能，连已经谈妥的单子都保不住。更让他们惊讶的是，我曾经服务的另外2个重要客户也表示要考虑转投立达，继续与我合作。李总，您在立达过得怎么样？小张在电话里问我。很好，这里的团队氛围和管理理念都符合我的期待。我如实回答。我也想过来。小张犹豫地说。我笑了笑，如果你真有兴趣，可以发份简历给我。立达正在扩充团队，欢迎优秀人才。3个月后，我带领立达销售团队完成了季度目标的120%，其中有近40%来自于我原公司的客户。而我曾经工作的那家公司，据说已经连续2个季度业绩下滑，甚至传出裁员的消息。一天，我在一个行业峰会上偶遇了林总，往日的意气风发已经不见了，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眼神中带着疲惫。李明，他主动和我打招呼，听说你在立达做得不错，还可以。我点点头，礼貌地回应。林总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当初的决定可能有些草率了。我淡淡一笑，林总，商业决策不就是这样吗？有时候我们看重短期利益，有时候看重长期价值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王强已经离开公司了，林总突然说，他没能保住几个重要客户，董事会对他很不满。我并不意外，这在意料之中。靠关系和手段获取的客户很难真正留住。李明，林总犹豫了一下，如果你愿意回来，公司可以给你更好的职位和待遇。我没想到他会直接抛出橄榄枝，一时间有些诧异。曾经，我对这家公司倾注了全部热情，如果没有那次无情的裁员，我可能会一直忠诚地工作下去。谢谢您的好意，林总。我最终微笑着摇头，但立达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尊重，我很珍惜现在的工作。离开峰会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林总落寞的背影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人们常说，职场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但我认为，真正的职场智慧不是算计，而是用实力和专业赢得尊重。当你被低估甚至抛弃时，最好的反击不是愤怒或报复，而是证明他们错了。有人问我，被老板在关键时刻背叛，你心里恨吗？我想说，与其浪费精力去恨，不如把这份能量用在提升自己上。真正的成功是当初看清你的人不得不重新仰视你的高度。你们怎么看？当职场遇到不公时，是应该据理力争，死守阵地，还是转身离开，另谋高就？是满腔怨恨的报复，还是默默积蓄力量后华丽反击？或许答案因人而异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掌握核心竞争力的人永远不会被命运打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